我是蔡耀达，佑成中西医联合诊所院长。最近看了一下主语，才发现说，哇，这片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多讨论？这么爽的一部片，它里面的医学描述到底正不正确？今天跟医师一起看主语。这支影片呢，里面有剧透，所以大家请谨慎小心服用。我觉得他一开始造型最好看的，这正常你会去看吗？就是你踢到一个脚，就是在雪地里面踢到一个脚。我应该会拿就是树枝去好，因为大家都会戳它哦。对，就是不敢直接摸啊。我第一次看到这边，以为他会对他比中指对，然后去探他呼吸啊。今生做的好猪，来世做的好人。我这边是反复看好几次，才知道为什么说他手中会握那个发簪呢？回去找娘是什么意思啊？他要梦到他妈了，是不是？这是我年前让我救你的。所以女生都会这样自己找理由，是不是？啊，什么意思？不是吗？他自己找理由啊。例如，就这样子啊？什么是我娘叫让我救你啊？怎么出了这么多血？啊，这填塞止血法，好不好？千万不能死。这也是对的哦。我好歹也跟着大叔。不过不可能，他如果洞那么大的话，已经这折早就挂了。只能死马的话，去打碗热水。大娘说了，孤男寡女不能共处一室，我得守着。什么孤男寡女？他都快成孤魂野鬼了，赶紧去。这很像 AI， 你不觉得吗？骂他一下，他说好，那我去做。我这一把药你全都给我弄进去了，你是救人呢还是害人呢？上次出血没这次多，我就多放了一点儿。上次是驴，它能跟人一个样啊？所以驴的药是可以跟人共用的吗？那一般说不是说把驴的药拿来给人吃，是我们是把人的药给动物吃。那个动物的用药啊，其实是人的那个药物，然后换算成动物体重的一个剂量，然后给它使用。你看看那张脸就知道为啥了，你让我怎么办啊？脸好看定个屁用！它换成是女生，大家都知道了。如果你今天在冰天雪地里看到一个帅哥、一个正妹晕倒在那边，你想要把他平安的背回家，当你的侯爷夫人，就要看常玉怎么做。他是直接把人扛走，背回房间盖棉被，这个做法是对的哦。失温的人最怕你在那边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四肢的血管低温的时候是缩起来的，你一搓啊，冰冷的血液就会流回心脏，心脏突然碰到那么冷的血，温差太大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心律不整。还有，也不能让他泡热水，不然全身血管同时扩张，外表温暖了，核心体温反而会持续下降，你的侯爷来不及回家就登出了。失温就是要从身体中间慢慢回温，四肢最后再回温。可是他那个时候在雪地里面还失血，在失血哦，那这不用担心，他一定是主角。对，不可。这是血寒入体了，已到了要命的关隘了，得给他刮痧活血，疏通经脉。毯子裹紧，把他的衣物脱了。你不觉得阿姨的那个声音听起来很有魔力吗？会不自觉想要帮他，就是这样照着他说的话，那把它脱掉。他是拿那个铜钱，他在干嘛？他刮痧明就在背部，然后手往前跑。哪有啊？有好不好？哪有这样刮这样太小力了，好不好？可我看起来他们皮肤没有凹陷啊。哎，有啦，有一点点。你要想没有配乐的话，就是阿婆在旁边跟你说刮哪里，刮哪里。对了，以前是真的有拿那个铜钱来刮痧。你哦？不是，就是以前的确书上是有说可以拿铜钱来刮了。你会喜欢这个女主角吗？女主角很漂亮啊。所以这个是典型我喜欢的型。对，很漂亮，就脸圆圆的，然后很可爱。对，常遇这个状况，它其实不适合刮痧，它是严重失温，所以如果刮下去的话，血管会被迫扩张，体温反而会再下降。不过谢正这样跟他接触，体温传导对回温是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如果要跟男朋友或是一些帅哥玩刮痧，用具要挑圆润的，然后力道不要太大。如果对方是失温的一个状态，不要用刮的，直接用热传导。我和他相识，不过是段孽缘，只恨在他溺水濒死之际，我心生善意。你看，要强调是孽缘。呼吸救了他，没想到引火上身，这才有了后续的种种牵扯。
于掌柜，方才您所提及的渡嘴呼吸是何技法？不过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土办法，就是用嘴对嘴渡气，在按压胸部心房，可救人于关键。《伤寒杂病论》中亦有记载，时有破男女大防之他心。听起来很想要切磋一下，他为什么要面带笑意啊？于掌柜大意，您受教告辞。这也是我新学到的字，那尹那时候根本不会念，好不好？哎呦，这皇帝其实也蛮好哎，这个不是没气，这个是心跳停止。那公孙还不错，他知道说要测呼吸。谢承君犯事的余地，这个放火之人心好狠啊！他为什么 OS 那么多啊？大家怎么知道压几下啊？但因为他没有切磋过啊。他哪有切磋过？有啊，你没有他没有演出来而已啊。但是他头没有把它抬起来。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然后这边是压额抬下巴，对不对？你看，这样是对的。姓公孙的，革命你一定要救我呀！如果你救不了舒儿，你也得死。真的不要这样威胁医生哦，那紧张会很容易失误，好不好？姓公孙的从来就没有来过这。哇，好帅哦！长公主啊，从火场出来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呼吸就是要做 CPR。公孙颖这边帮他做人工呼吸，手臂垂直加压，姿势正确的，而且他是正人君子，心态应该也正确，很棒。大家如果平常遇到这种状况，优先选择 AED， 如果没有，就学公孙颖。白毛真的很帅，是不是？我也很喜欢白毛。哦，这是经典的那个水中接吻。水中口对口人工呼吸，这有用吗？吃豆腐有用啊。可是柯南也有这样真的假的？醒醒，于芊芊，我不会让你死的。他为什么都要一直讲自己是孤啊？他就是有病啊。当年救他。所以那个是那是白毛，对啊，那戴面具那是白毛。对，当年。那目前这一部的男主排行，目前我比较喜欢哪一个？这很难选的，有时候觉得男主角比较帅，有时候觉得反派比较帅。其实是真的没有办法在水中做口对口人工呼吸，在水里面两个人都没有支点，如果对方是昏迷的，你嘴巴靠过去，他就会往后飘，是根本没有办法贴住。就算对方清醒，愿意配合，由专业救生员操作成功的比例也甚低。所以假设有一天你掉进水里面，有一个帅哥真的在水里面成功用嘴巴帮你换气，代表他是惯犯。真的就是这样。溺水的人本能会抓住任何东西往上爬，所以如果你靠近他，他会直接把你抓着往下压，这就是所谓的拖下水。千万不要在水里面做这种事，要进行人工呼吸，一定要把对方拉出水面。水里面它的困难点在于，就是你不能有任何缝隙，只要你有一点点缝隙，水就会灌进去，就没救了。一方面你要帮他压额抬下巴，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要封住他的那个嘴的话，不能有缝隙的话是手不够用。你伤口还渗血呢。都是小伤，不打紧的。要不我替你上战场？好爽，有正妹要帮忙上班呢。言下之意是，我也要。以下陈真女友帮忙上班。你知道你老婆现在在外面吗？是，你知道她现在在旁边看吗？她面带笑容帮忙上班而已，好不好？对了，你是到兵第几营？跟的哪位将领啊？女生如果开始突然关心你工作状况，就要小心了。左卫军第3营。你看他会怕。你问这个做什么？不是，我随便问问，若有万一，帮我照顾好长宁。你给人家吃药再讲这些，他不会记得啦。他反应超快，最好是这样可以接得住。毕竟他们都是习武之人嘛。哦，有道理，有道理。
等我回来。以前投石没有那么强啊。哎，不过你刚才说他是宋朝嘛？其实就真的是宋朝开始那个大规模精进他那个武器的一个射程什么的，远距离兵器是从宋朝开始，应该说发展比较快。谢九，谢九，啊，侯爷，原来您在这里啊？怎么回事？樊娘子在这。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如果谢九在这边，为什么不叫他，然后一直让他睡觉？ 7、8。他们都很喜欢歌手哦。我看到这边觉得超好笑，他们几个在那边打酱油。对，都在看戏打酱油。老樊，没事吧？刚才那一下有咏春的感觉。他为什么看起来不高兴？他真的蛮不高兴。他到底为什么要生气？这有什么好生气？第一个隐瞒嘛，哎，第二个就是隐瞒又不会，隐瞒这个又不会怎样。你等于是换了一个身份，那这样子到底是不是真的要跟他在一起？哦，啊，因为他会想说，那前面在跟他谈感情的那个是不是就是骗他的？哦，对。刚刚这个啊，千万不能做，这个绝对千万不能做。常玉把迷药啊混在谢珍每天喝的伤药里面，伤药里面正常来讲会有乌头拿来止痛，乌头会干扰心脏的电传导，造成心律不整。常玉加进去的蒙汗药成分最可能是曼陀罗，曼陀罗会阻断迷走神经，让心跳加速。这两种药它交互作用会造成心室震颤。常玉以为谢珍睡着了，没有错，这情况的确是睡着，可是同时也陷入生死交关。常玉的状况是心理学上典型的灾难化思维，但是啊，常玉想到了每一步，就是没想到谢珍会用刀割自己，痛觉可以突破曼陀罗的意识封锁，从脊髓直接进入脑干，刺激脑干释放正肾上腺素，强制把意识拉回来。而且割的是惯用手，让他可以每次在扯到伤口时就分泌一些正肾上腺素，让大脑没有办法习惯那个痛。人类的本能啊是躲避痛觉，所有人都是。可是当一个人够爱对方，要保护的对象够重要的时候，大脑可以抑制这个本能。这个在心理学上叫高代价利他。为了保护所爱的人，身体可以压抑自己的避痛本能。谢珍不是要醒来，她是要醒着，直到找到常玉。你可曾对我有过半分真心？我随缘情一生，骗人无数。我现在竟半分不想骗你，我对你未曾动过半分真心。你好歹跟过我，我给你留条活路。我随缘情是想让他一人痛苦。因为他整个人是一个脱力状态。他正常来讲，这时候就气血胸了。那我便送你一份投命状。这画面审查就有过，为什么？因为真是抱头痛哭啊！隋元清啊，把自己的头砍下来当投名状，可是其实现实生活中做不到。古代执行枭首刑罚的时候啊，被砍的人跪在那边完全不动的一个状况下，专业的刽子手用特制的刀，双手全力挥下去都不一定能一刀两断。脖子里面有颈椎，外面包了好几层肉，要切断需要非常大的力量。就算只是自己砍自己的手，只要角度不对，都没有办法完全切断。隋元清这时候还被齐敏一剑刺穿胸口，应该已经大量失血，出现气血胸。这种状况下手会发抖，握力会消失，连要握刀都很难，所以不可能。隋元清应该是高马基维利人格，一辈子啊把身边每个人都当工具在用。不过我觉得他对13娘是真心的啦，他最后那句未曾动过半分真心，是在让13娘不要为他难过。那句谎言是他生命最后难得而少数的温柔。
啊，那他有亲自体验被变性的感觉吗？你说谁？舅舅？不是啊，我是那个男主角啊。应该有吧？啊，这真的假的？没有。我知道我那时候看他在什么东西，想哇，舅舅的手会不会很会会，这怎么可能自己打？他真的自己打啊？我说正常，这怎么可能自己打？太累了，太累了。好像观音菩萨哦。这如果长得不帅啊，他叫你跪好，你会揍他吗？看是什么状态，这种状态，他又不是用命令语气，他只是叫你说，你也一起跪好的意思啊，是这样吗？我只是觉得他超帅的，这时候。你们男生看这段会有什么感动什么的吗？完全不会。这我不懂，这有什么好感动的？那你们看这段的，就是看过？对啊，不是就这样吗？对啊，而且他还讲雌女。你如果有一个男生，然后把你带回家，然后跟他爸妈说，雌女，对，不是那个是哪有终身伴侣？你不会揍他吗？我还蛮喜欢这种貂皮大衣装扮，蛮好看的。不是要看人，我因为现在想。哦，原来是要看人，不然他突然跑出来对比啊。这是范长宇，我的妻子。啊，我以为说卡这样卡你不觉得吗？谢珍啊，被打了108鞭还站得起来，还能告白。其实正常人大概被打20-30下就没了。你有被打过？没有，就算真的撑过去啊，身体它会处于一个极度虚弱的一个状态，根本不可能讲话。那在这种情况下，连呼吸是都会痛的。吸气的时候，肋骨要往外扩张，背上受损的肌肉啊会跟着被拉扯，肌纤维会再次破裂渗血，神经反射会去抑制呼吸动作，所以你只能浅浅的呼吸，讲2-3个字啊，就必须停下来喘一下，根本不可能这样告白。你说这天下没有这个怎么办呀？是吧？我现在看到那个大殿上面写无为，蛮有巧思的，蛮有巧思。他这坐姿还蛮豪气的。找到了，已经通常过去带回去。蛮适合他，其实蛮适合太监装扮的。很可爱啊。还挺适合的。真的很适合。多谢侯爷。谁点了香？谁为娘娘点了香？东西，闭气。经典的催情香。我现在看一看，突然想到长公主后来怎么解读？她要解读吗？她没有解读，她没有解读，她自己解读。还是女生不用解读？他有排斥吗？好了，真的偶像剧。侯爷，将军到了。这男生到这种状态，基本上都没办法了。所以酒后乱性是假的。你先冷静一下，我去找大夫。他不是应该要找001吗？其实刚刚那一幕
是讲阴阳的意思。哦，作者是女生是不是？作者是女生。对嘛，是男生谁会管这些啊？就同一讲宝贝就好了。为什么女生都会这样问？哦，名字有对。你为什么把它形容像渣男一样？为什么女生都要问这个问题？那你有遇过答错的吗？没有遇过回答错。你有回答错误过？没有，我只是很好奇而已。哦，不知道回答错误会怎样。你看，他一都看免费的，对，我起码还有租 Netflix。你这有发现一个巧思吗？有，我看到。你在？你说男生本来是穿白色，后来穿黑色这样？对。不，他190公分可以怎么互穿？他就那个袍子互穿而已啊。哦，武安侯被皇帝设局下药，中了催情香。太医到了，看到2个影子在那边动，就觉得不用管。可是有反应不代表毒解了，催情只是症状，毒性还在身体里面，随时可能恶化。万一如果后面出事，那不是天道自然，是回归大自然。谢征从宫里回来以后，满脸通红，躁动，意识开始混乱。这种状态最有可能就是曼陀罗中毒。曼陀罗中毒会让你失去那段时间的记忆，大脑要把正在经历的事情写进长期记忆，需要乙烯胆碱。曼陀罗会阻断乙烯胆碱，阻断以后，你人是清醒的，眼睛张开，还在做事情，可是大脑不会记录。等到药效退了，这段时间就是空白，不是像喝醉那种片段还有印象哦，是整段消失。这个叫顺行性失忆。乙烯胆碱被阻断以后，影响的不止记忆，你的判断力还有克制力也会下降，这个叫去抑制化。谢征在宫宴上面对皇帝、太监、魏相，判断清楚，控制精准，甚至可以当场杀人，代表他的自制能力非常强。可是等到危机解除，他对常玉的感情和欲望就完全控制不了。平常不敢的全部都做了，可是曼陀罗不会制造你原本没有的东西，就像喝醉不会让你爱上不认识的人。谢征不喜欢常玉的话，再怎么中毒也不会这样。那剧里面解毒的方法是一起泡澡，单纯泡澡是没有办法解毒，毒素的代谢是靠肝脏，不是靠排汗。可是，一起泡澡这个行为对谢征非常有帮助。谢征中毒以后，面红、躁动、心跳加速，这些全部都是压力反应，代表身体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高度紧张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放松。人在被碰触、被拥抱的时候，大脑会分泌一种让人放松的荷尔蒙，叫催产素，它会对抗压力荷尔蒙，让那些紧张的反应慢慢降下来。常玉这时候不管是给他拥抱、亲吻，或是单纯陪他说说话、摸摸他的头发，都会让催产素分泌，帮谢征慢慢放松下来。所以谢征需要的不是解药，不是泡澡，是常玉陪在他身边。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看。比我想象好，因为常玉的关系，所以看得下去。我觉得男主角很帅，其实会想看。这样子偶像剧来讲，其实已经算很好了。包括那个室温急救，它是处理是正确，然后 CPR 支持也很标准，这非常棒。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会记得怎么刮痧，才可以跟常玉一样。你最喜欢竹玉哪个角色？留言告诉我。我是蔡优达，我们下次见。你刚刚说随缘清是高马基唯利人格，对，典型的一种黑暗三角人格的一个，他会把所有人都当工具利用。你刚刚说在水里面成功口对口的话是惯犯。对。你惯犯吗？我没有做过。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个正妹在雪地里面，你第一步会先做什么？我应该会拿针扎她了。你有没有最喜欢的竹玉的角色？就公孙莹就这样。因为她有医学天赋，她 CPR 姿势正确，好不好？值得学习。